然后第一个 Peer 你们就先开成3D 就好了，这样子嘛，对不对？然后你就选就是搜寻一下 P， 它这边也没有。好吧，新版有奇怪。其实有点类似这个啦，有点类似这个 machine 的这个。不会吧？你们版本跟我不一样。PEL MaxFS 没有就算了，那就略过。反正跟这个有点像啊，跟这个材质有点像。插进来之后，就它是一个那个程序化的材质啊，然后它可以就是你可以打开这个东西，然后去调整啊。比如说这个是斑点嘛，对不对？然后它这边会有一个叫做那个什么 Master Editor，Master Editor 它这边就可以设定，就是你可以去调整它的那个程序化的部分啊。哦，就是它其实是用两个材质去搭配的，所以你用这个材质呢，其实某个程度也可以达成像那个生锈特效了。就是生锈的部分这样子，所以你可以调整它那个程度。然后这边就是这个遮罩这边了然后它是用这个图像去输入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它这两个图像啊，它是第一个图像，第二个图像，那你可以试试看，就是把它改成另外一个 GRUN，比如说本来是 Map 008嘛，然后你可以滑鼠放在上面看一下它的编号这样子。那你就选一个比较适当，比如说你想要这几个杀的，然后它就会去做一个变更。然后你可以调整，就是第一个材质的大小跟第二个材质大小这样。这个就是我刚才调的嘛，一个纹路这样子，对不对？然后对比度，所以这个是一个程序生成的一个编辑器啦，就是 Max Editor 啦哈。那你可以使用，那你其实有些它其实你这边就直接可以用了。那 Peer 的话好像是新版在用，对，所以你们就如果用就跟到新版了你就是用那个 Rust 就可以做成生锈感觉。然后下一个是，但这个特效是不错啊，这个我做的，那感觉还是还不错。它这个就是说就是 Peer 的一个功能啊，就是它是一个外挂，是一个滤镜外挂。然后我看这边有没有，有那在这边呢，就这样，那就是一个滤镜外挂啦，就是这样。那你可以随机的去产它的不同的那个龟裂的程度了。但它预设的那个玻璃的效果比较好，你们看一下这个它的滤镜的这样子预设的感觉没有不是很好，让我重开一次哦。好，就是这样，但是它感觉没有更立体啊，所以
可能是贴图的问题吧，啊，没关系，但是你们就大概看一下这个它的效果，因为不同版本它的内容有差别一点的，所以你看有的话就是它会增加一个这个的，哦，normal，哦，这个就比较简单的一个，它是一个滤镜特效啦，哦，哦，然后所以你可以加在那种就是油漆上面，就是那种很油的油漆上面，它比如说剥落或生锈什么，然后底层用个生锈的嘛，比如说底层下面你就用个这个，这个 rust 用在下面，哦，就是让它去做一个那个生锈的特效，哦，类似这样啊，high range，哦，类似这样。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再加一些滤镜，比如说模糊化，加一个叫做 WASP，或者这种融化的啦，WARP 啊，然后再加一个叫做这种，这种就是完全是那个啊，就是直接把它秀化的，那你可以不用那么多。就是有点，它有很多啦，就是我后面 PDF 后面都有写，就它有像那个气候化，然后又有那个滴水化的，像 Draper，你这边有吗？没有，你们这边这个它这边没有，旧版可能少一点。好，那没关系，就是大概这样子啊，就是它是这个气候化的啦，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差别，就是比如说我加一个那个，它可以让你的整个它去旧化的感觉啦，大概几个这样程度让你们去 study 一下啊，反正它调的东西不多，然后你可以设定它是要在哪个图层上面，啊，就大概这样子。然后就是反正今天就是把那个，我看一下跟大家讲一下今天任务，就其实就是把那个就是墙壁画一画，地面画一画，然后天花板画一画，然后一些我们提供物件，然后把它组合，然后再贴到 U 里面，那就其实蛮简单的。好，然后继续讲 Rusty 哦，这刚刚就是大概介绍一下，我再介绍一下 Rusty。那有几个 Rust 嘛，你可以试试看这个，像比如说像这样，这是第一个嘛，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是这个，那两个材质特性不太一样。你看这个是比较
比较新的生锈嘛，这个是比较旧的生锈啊。大概它的用的那个材质模式是 Rust 的这个嘛，哦，你可以设定一下颜色，然后还有就是可以设定它的这个那个比较精细的程度啊，然后下面你可以打开设定一些其他的属性，就像这种就是我调一下光，像这种就是比较粗嘛，比较粗的高度这样子。好，然后这个也是一样的东西，你也可以设定一下颜色啊。那其实调参数差不多啦，就是大概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好像高度没办法，高度我看一下，高度没有那么明显了。那我们就大概看一下特性，因为它高度是它的颗粒比较大，就是颗粒比较大的一个那个生锈。哦，大概属性不太一样了啊、然后还有什么？然后你如果再加滤镜的话，那、这个好像不行。好，啊，反正大概是这样子，它大概是不同的那个生锈材质这样。那你就是再去做一下遮罩就可以了。那遮罩的话，就是这边可以选生成器。哦 ，Dropping 对，这个是遮罩生成器啊，就感觉像流汁啊，流汁的感觉。我可以把它设一下，哎，就是你加一个填充，然后再回去一下，这个加成，哦，这样 multi，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去调整它的那个凹凸程度啊，就是在左边这个色块，材质色块，然后加个填充这样，然后右边再去改它的 dropping 的 rust，这就有点像流质流质的感觉。然后这个就是感觉就像旧化了嘛，对不对？然后就是感觉被侵蚀。啊，这个就是大概今天核心的啊。其实我们大概等一下大概讲这种类似这种东西。然后你如果是这个让它更红一点的话，就有点像血迹嘛，对不对？更红一点，哦，就有点像那个喷血，不是那种被血侵蚀的啊，主要是这样。然后还有什么？看一下。对啊，这个也有，就是你们大概试一下这个方块。那你如果左边是没有的话，我想一下，Max Mate，左边没有的话，应该就是在滤镜里面了，就是在滤镜里面开。嗯，哦，对，在这边。哦，好了，下课吧，那就
然后你们那个这个先下载下来，就是那个什么这个外挂 Substance 外挂下载下来，然后把它解压缩之后贴到我看一下 C 冒号 Program File 的 Epic Games UE 5.5，然后 Engine Plugin，然后你后面 Marketplace 要自己命名哦，然后再把它丢进来，啊，花点时间，哦，先暂停，哦，那就继续了。所以我们刚才介绍这个 Rust 的材质之后，你可以其实在这个上面你可以增加就是一些滤镜，然后滤镜之后呢，你可以增加填充嘛，对不对？填充这边你就可以增加一些比较一些比较偏那个贴图色块的这种程度哦，比如说你这种3D 的加上去之后，它会形成一些比较杂点啊，或者是一些纹理哦，所以大概这样去试试看。ANW，这个，这个就是比较偏杂点的你可以设定让它是有点锈迹的程度，这样也是可以。好，所以是这样一个灰度填充器啊。那它这个你可以设定它的 noise 的大小嘛，对不对？跟它的程度 ，roughness 的程度。好，所以这个可以增加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特效。这个的话是映射功能，映射的话其实就是加一个那个什么绘画图层啊，然后点一下这个工具，然后把你的贴图拉进来。绘画图层，我的贴图嘞？那你映射的话，看一下，增加一个在这边，你可以贴到直接用材质模式啊，你这边点进去选也可以，或者是你直接把那个贴图拉进来。比如说我想要一个，我下载的地方有好像，我看一下。Rusty， 丢进来。那它这边就可以使用了。那你再用一下透贴，透贴的话，看一下，透贴选一个比较。这个嘞，然后你选一下这个映射嘛，映射你就可以这样子画贴图。怎么又那边又不行了？哈，再一次。我刚才选哪边？这样子，这样才对。你这样画上去，你在画的时候啊，它会把那个你的这个贴图去映射上去啊，所以它叫映射功能，对不对？
那就可以试试看把这个整个贴上去，然后它会在那个就是这个 reference 就是color 图层上面会增加嘛，那你可以设定它在 high， 如果是往最左边的话，你在绘制的时候它会就是压下去嘛，那但是它会影响到你透贴，你透贴其实要好看一点，所以我们再选另外一个看看。这样它就有一些压下去的花纹嘛，对不对？然后再回来。那如果大一点再加一下，有那个有点像那个被抓的那种感觉。嗯，这个没有，就是像这种就描绘这种被抓的那种感觉透贴。好，然后你可以在这边你在涂的时候你就可以调了。就是那我再这样啊，现在是绘图图层啊。所以这个一个旧化，然后另外就是挖的特效嘛，对，挖的特效，嗯，想一下，这边加这个，然后也可以，那就是其实就是加一个滤镜啊，然后你去把它的数量调整一下。那它这个它有预设级啊，你就直接可以套用。Water drip。那你如果套在金属材质，它就是它会涂在金属材质上面。那你如果是要，新增一个，加一个，那你如果是变成说像蓝色，调整一下。所以这个它就是一个像那个水滴的形状的特效啊。如果是用在新图层上面，它都会变得像，就是会影响你的颜色这样子。所以这边一堆，然后它这个也是也是可以绘制这些啊，这个画的特效也可以啊。然后加上去之后，它这个加上去之后，它预设就蛮美的。就是这个预设，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就是不同的那个预设级，因为它下面几乎没有水滴啊，所以它预设就蛮美的。
啊，所以这个是水滴特效这样子，然后下面就可以改它的那个预设级啊。那像那种窗户啊，或者是什么你的汽车，汽车你就可以加点水滴特效这样。那这个是还算不错。然后还有什么？哦，锚定点的话，这个我就是直接讲啊，就是它其实就是生成一个那个固定的锚定点，所以你可以在其他地方调用。然后我先新建一个。这个是我在那个3D 里面用的一个那个面啊，就是它只是一个面单面而已哦。那我只是为了要会那个绘制材质啊，然后所以我是先在这边增加一个黑色，然后增加生成器啊，然后这边的话你就搜寻 brick， 不会旧版都没有啊。哦，有了这个，你就把它前面全部删掉。然后你现在看不到这个 brick 生成器嘛，所以你要跑到蒙版里面。哦，蒙版里面就有了，所以你可以用这个东西调整它的边缘，然后下面也可以调整它的上下。然后这个你可以细一点去看它的那个部分细节哦。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然后再加一个叫做滤镜，然后这边是用成 Blue Slope。它这个加了之后呢，你看它线段啊，就是会变得比较杂点化，所以你可以设置它的数值啊。那这个后面其实你加了锚定点之后，你后面都可以去做相关更改啊。好，所以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就好了，然后可能再增加一个，再复制一个滤镜 Blue Slope， 让它的可调整的程度可以增加。比如说你再细一点10的话，它都会变比较细。然后下面一样就是可以改它的那个程度。好，然后那应该可以了哦。然后你再加一个，在上面加一个叫做锚定点，锚定点，看一下。哦，custom mouse， 哦，我这个忘记了，等下 sorry。custom mouse， 然后你这边还有一个细项，就是你可以调最小最大嘛，然后它的那个数值会变不一样。然后这边选择 custom nodes， 那你这边它就可以去做一个比较细化的调整了。然后你 custom nodes 这边可以选一些比较
比较图像，然后可以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你可以选这样子，或者是刚才这样子。那它的应该说可调程度会变比较多了。这样。好，然后再复制一次。然后你这边就可以，也可以选其他图像了。好，然后再锚定就可以了。然后你一样就是我看一下，我看有没有遗漏。锚定点然后再加一个 constant luminance。这边可以增加一些对比度。好，然后这个锚定点呢，就是你在这边增加锚定点之后呢，你可以在其他地方去调用，比如说，就是你可以新增一个 concrete 材质之后呢，增加一个遮罩之后呢，你可以在填充里面再去把锚定点加上去。好，所以新增一个新增一个填充涂层或材质然后再新增黑色遮罩。然后再新增一个填充，然后这边填充啊，你这边灰度点一下，然后选择安全，它就会把这个你的遮罩给加上去了，所以它会变成说你有两个东西，两个点可以控制。所以我们加一个康轨进去，sorry， 重来一次，然后加一个填充。那你的锚定点是在这边加啦，就是我们刚才那个锚定点然后加上去。然后这个后面是因为你要再加一个填充色或者是加一个材质。或者是你加一个材质贴上去也可以。好，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3个层嘛，对不对？然后就加上去了。然后同时呢，你可以在这边再回去再调整一下它的那个上下程度嘛，对不对？然后这边也是一样，就是填充。然后我们可以这个就是可以单独调整就是把这2个分层的概念所以我们这样可以很容易建立那个比较程序性的那个墙壁这个竟然不能调。好，所以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就是建立一个这个砖墙，然后变成说你在这边调锚定的时候，或者是调一些细项的时候，你同时会影响到其他锚定点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它一个方便的程度好，这样可以吗？到这边你们练习一下吧。
来看看啊，你们那个账号是有问题吗？那个什么账号，Substance 账号。好，这边，所以我们刚才是那个嘛，base color 过来，然后开材质嘛，对不对？然后这边它会，你会有第一层是这个灰色的嘛，然后下面这一层是这个另外一个颜色。那你稍微就是可以让它调整一下颜色这样子。然后你如果想要让它再去区分凹凸的话，就这边在左边的这个绘图层上面增加一个填充，然后把这个其他都关掉，剩下 High 跟 Normal， 然后把它这个可以调整它的这个突出的值啊哦。那你这样子的话，就是会比较立体，然后把它调整像米色或脏一点的也可以啊。然后差不多这样子，然后你随时可以去改它的那个什么反转的那个的一个锚定点嘛哦。然后回来也可以顺便直接改它的那个这个生成的这个大小。哦，类似这样。好，接下来我们就是增加一些脏物啊，比如说像那个什么，地板你要脏一点的话，或者是你就是用这两个 dirt 跟 ground dirt。然后你如果是要墙壁要脏的话，就是可以用手绘的，但是要记住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墙壁是连续性的嘛，对，那所以你必须要就是让它是用这种无接缝的贴图。那你如果是用这种手绘的，它有时候重复性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就找 dirt。它会有这种 ground dirt 啊，或者是 dusty dirt。这个的话就是你直接用填充层嘛，对不对？然后直接拉进来就好了。然后可以调整，就是过去调整一下选项。那它会形成就是说那个什么，就是比较程序化的，就是它会有没有就比较没有接缝的问题。我知道这个我没有弄那个啊，就是位移的，所以我进来还要再去烘焙一次，sorry 忘记。
那你烘焙之后，它会有那个向量轴嘛，所以这个才会生效啊。哦，sorry，忘记弄一个步骤。哦，大概是，反正是大概是这样旧化啦哦，然后你再拉进来一些，然后你要在手动化的话，比如说像这种智能材质嘛，那它会有那种这种弹痕啊或者什么的，然后就直接拉进来，然后你可以设定让它不要重复嘛，然后稍微让它这样子旋转。然后再加一些 dirt，啊，就是让它脏一点这样子。那你可以设定是黑，让它黑的或白的都可以。那我现在让它是黑的，黑一点。好，这样教化就好了。然后你也可以就是手绘再加一些东西啦，就是加一下这个有了，就是喷洒的。那这个你加的时候不要加在旁边啊，因为你有时候接缝会有问题啊。然后所以这我自己画的啊，所以大概你可以加一下就是这种模式，然后你在这个绘制图层啊，你也可以就是加上材质也可以，就是这边可以加材质，直接拉到这边就可以用了。好，所以这个就好了。之后呢，就是把它输出，先存档好了。然后再讲一下那个什么，那个
这还是一样。啊，没关系，这个我大概检视这个功能啊，就是它这个是几何体填充嘛，对不对？这个还是有问题，等一下重来一次。等他一下，然后你们那个作业应该都有上传了吧？应该有吧？有没有没交的？没交就没分数了。然后这个就是用，这个选取之后呢，你可以用几何体选取，然后把它材质丢进来。不行啊，它还是弄这样子的。这样子可以啦，但是你大概看一下我选的那个问题啊，就是我选这个嘛，对不对？然后把它选这个黑色。因为它这个 UV 怪怪的，所以你大概知道，我就是用这个选取啦，它是用那个工具选取，就几何填充嘛，对不对？那你可以选这种物体啊，物体它就全选了嘛，对不对？然后变成说你可以直接就是可以使用不同的材质在这个同一个这个物件上面哦。那但是它好像拆 UV 有问题啊，所以你如果是简单物件其实是没问题的。我看一下其他的。这也一样。好吧，不行，他们 UV 都有点问题。不行，那算了，那先这样子，这个还好。然后我们刚刚那个东西啊，就把它输出到 UV 里面。来，然后文件导出，输出模板选，然后 Real Pack， 然后导出。然后你这个大小你可以调成，比如说4096。那它别说我们现在输出的时候是，我们制作的时候是2K 嘛，2048嘛。那你在输出的时候，你可以选4096，那稍微
稍微会大一点，但是你的那个图片会比较清晰哦。所以就是导出，然后它就会帮你导出了，然后打开输出目录，你就会看到就是这三张图嘛，对不对？哦，那这个是 normal 图，这个是 color 图嘛，然后这个就是它是那个反射跟那个什么，跟金属的这三张合在一起啊，所以到 Unreal 你就导入之后，然后呢，你就是把它 end 哦，把它加一个材质球，然后呢，你就是把它贴图全部拉进来嘛，对不对？哦，拉进来了，然后把贴图再拉到材质球里面。然后这边呢，你就是有一个口诀，就是看一下，你先 base color 连这边没错嘛，对不对？然后 normal 连这边没错嘛。然后这个三张贴图在一起有一个口诀哦，看一下那个 PPT 哦，在这边叫做 ARN，所以就是 RGB，比如说红色是对应 A 嘛，就是 AO 图，然后 G 的话是对应 R，就是那个 reference 图，那 B 对应的话是 Metal 里的图，所以你就口诀就记 ARN 就好了，哦，所以就你 R 就是直接拉到 A 嘛，然后 G 是拉到 R，然后 N 呢就是拉到 RGB 这样子。哦，你看没有问题的，就 apply 然后 save 就好。然后拉进来，我看一下，你看这个 normal 是有进来啊，看起来跟 Substance 差不多了，对啊，差不多。好，然后这样子同理可证啊，就是把那个什么地板弄一弄啊，地板你就是增加一些其他的特效，这样就好了。比如说你这样就可以输出一个地板嘛，然后增加，比如说，增加一些锈迹吗？还是什么？就是增加一些杂点也可以啊。哦，然后这边你就回来调它的这个程度，然后这样子，然后再输出一次。它盖过去了，sorry，那我就要改名字。啊，算了，直接改名字比较快。
然后这边呢，你如果有做好那个什么 parameter 的话，就这边可以再做一下，就是 convent to parameter color。然后一样就是右键 create material instant 嘛，对不对？然后你这打开之后呢，把刚刚那3张图再拉进去就好了。看到这3张嘛。好，所以这个就是地盘图。然后你们稍微可以看一下那个接缝问题啊，就是看这个接下来有没有问题啊。对啊，就是这个可能有点怪。然后这边就反正你再回去修一下这个那个他们接缝的问题啊，或者是你就是做一个通道就好了，就是宽度只有这样。好，然后就是你看你来得及，就是放那个物件啊，就是那个刚刚那个冰箱。不行，它还是要烘焙的。Sorry，它有些特价要烘焙啊，要稍微烘焙一下。那这样它才出来啊，就是那个一些特效。那你就是把它做一些旧化上去啊。因为既然不能用，算了，先给他一个基本材质好了。奇怪，那都不能用。这样子。
哦，我知道，我是一直在用这个啦。啊，你们记得要选一下这个上面的这个，嗯，就稍微让它旧化一下这样子。然后先这样，然后啊，它输出之后，哦，然后就是再把它丢到 Unreal 里面，然后记得要把那个音箱再导进来。哦，怎么小物件？然后材质啊，一样，就是你可以先把它倒在地上好了，然后材质再丢进来。主要是都是5001就可以了，就大概 key 一下就好了。哎，好，先这样子啊，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然后那个就是天花板再煮一下就好了。然后这样子吗？可以吗？这样子作业区截图吧。